女大学生为了攒学费，选择了拍摄情色小电影。不成想，她的作品在网上播放后，恰巧被同学看到了。男生立马认出了她，并分享给了室友观看。室友的眼睛当时就直了，紧接着俩人就打起了鬼主意。当晚特意邀请了女生来参加派对，并在将她骗进浴室后，实施了轮流侵犯。事后，女生告诉了宿管，宿管紧接着就报了警。警察也很快赶到了学校，但是唯一却并不打算起诉，因为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拍了一部小电影。阿曼达只好安慰他，无论你以前做过什么，都和你被性侵没关系。于是，在阿曼达的开导下，唯一这才下定决心配合警方。然而，大国和永强却不承认是强奸，声称唯一是自愿和他们发生关系的，并且当时他很狂野，就像小电影里一样。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会报警。而鉴于唯一拍过小电影，因此警方也一时难以判定他们究竟是谁说了谎。一边认为唯一既然愿意拍小电影，那么肯定也愿意和男孩们发生关系。而另一边则相信唯一就是被性侵了，毕竟他当时没喝醉，身上也有被强迫侵犯的痕迹。双方各说各话，使得检察官也直摇头。这个案子确实有点不太好办。最终，本森警长拍板，立即分头行动，详细调查出双方的背景后再决定。而就在这时，老对手胖律师突然来访，本森一下子就有了不妙的预感。果然，他已经被男孩们聘用为辩护律师了。这次过来就是想告诉警方，他们有绝对证据证明唯一说了谎。随后，他提供了男孩们自拍的一段视频。In bad taste, but not criminal. Don't worry, it's uncut and uncensored. 然而这还不是唯一。随后他又掏出了一个 U 盘，称这里面的更专业。She's quite prolific, if not nearly as innocent as she looks. I guess that's what sells. Brace yourselves. 果然他一来就没好事。而后警方仔细观看了现场视频，证明了唯一确实是被强迫的，他说的都是真的。然而对比他拍的小电影，两者的剧情非常相似，而且唯一不只是拍了一部，而是13部。第一部拍完后，他就用了1年。Most are violent tag team rape fantasy scenarios. 在这件事上，唯一对警方说了谎，这使得他的话将很难取信于陪审团。法庭将难以分辨他真的是被侵犯了还是在演剧情。但本森坚持认为当时唯一并没有获得利益，而且也说了不，只要有这些就足够了。然而就在他命令继续调查之际，又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竟是新上任的局长。他带来了头版头条。社会舆论已经开始发酵了，局长是个更注重政治的人，他命令本森一定要选对队伍，不能让名牌大学和警局蒙羞，否则本森的职位难保。虽然经历了这么一个小插曲，但该查的案子还得继续查。阿曼达警官相信唯一是被侵犯了，但是他必须交代出所有，不能隐瞒。唯一也是很委屈，他强调拍摄小电影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他签订了合同获得了报酬，难道只是因为我拍小电影，他们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了吗？阿曼达当场予以了否认，但检察官可不这么想。见状，本森不得不用上了激将法，他可不想见到检察官临阵退缩，但是就目前掌握的证据来说，确实很难。好在本森经验丰富，他决定先将其中一个男孩转为污点证人，而这个人选就是大国。因为警方已经得知律师费是永强支付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然后警察故意带着紧张的大国去厕所，又恰巧路过审讯室，让他看到永强正在里面签署文件。接下来就是表演时间了，警察先诱导大国说出了律师费是永强支付的。It's just that maybe that's why he wanted to go in before you. Usually whoever cuts the first deal gets the best deal. 一听这话，大国心里可没底了，毕竟他没花钱。If anything seems off, don't let his lawyer make you take the fall. 大国明显怕了，这下怎么看都像是永强先达成了协议，接着就轮到审讯大国了。可他的心已经不平静了，警察假装随意问了起来。永强说是你对唯一提出来要录像的，他也同意了，但永强却是毫不知情的。It's also right, isn't it, man? 怎么好像自己要背黑锅呀？接着警察故意说这样的话，永强就没事了。大国立马急眼了。He had no idea about rape, and he's off the hook. 这时律师也觉察到了警察的计谋，本想提醒大国，可他越这样，大国越不敢相信他。You got Daniel off. That's why he went first. As your lawyer, I am telling you to stop speaking. Well, then you're not my lawyer anymore. You're selling me out. Daniel was the one laughing like it was a game, but 警察等的就是这个结果。律师还想阻止，但阿曼达毫不客气指出你已经被解雇了。律师不得不闭上了嘴。The whole thing was Daniel's idea. I'd never met a porn star before. He said that's how they acted. I lied because after we did her and she ran out, Daniel told me that I was guilty of rape, that it was on video, that we'd both go down if I didn't lie and say Evie wanted it. 这下算是有了铁证了。而为了博取陪审团的同情，警方希望唯一的父母能够出庭支持他，哪知父亲听了当场就气炸了。
虽然女儿被强奸了，但是他拍的那些视频让父亲在老家丢尽了脸，他宁可就当没有这个女儿，也不愿跟着去丢人。好在母亲还是心软的，在检察官发出请求后，他为难的说考虑考虑，那意思就是说我也不会出庭的，然后也走了。唯一只能单打独斗了。很快开庭的时间到了，唯一表示拍摄成人影视只是自己的一个职业，视频里的暴力都不是真的。 Daniel and Matt forced me. The violence was real and painful. I said no and I meant no. But they didn't stop. They took turns raping me. It was horrible and at no point did I consent. 在成人娱乐行业中工作的人也是人，和其他人都一样，我们不应该遭到侵犯。随后轮到被告律师提问了，他果然拿视频内容说事，先展示了影片里的暴力片段，唯一被两个男人扇来扇去，被性侵的同时在说不，然后又对比了自拍的片段，同样被大国和永强甩来甩去，唯一也尖叫着说不，然后强势将这两者的区别定性为拍电影是给了钱的，而自拍却没付钱，根本与强奸无关。唯一急忙辩解真的是不想被强奸，但律师哪会容他说话。 It would seem that no means yes when you're getting paid, but no means no. 这是胖律师一贯擅长的颠倒黑白，就是要靠气势压倒对方。好在检察官及时提出了反对，他这才收敛了一点。接下来就是轮到大国作证了，他坦率承认了他们强奸了唯一，并为此道了歉。然而对于大国的铁证，律师也有着他的说辞。首先，他指出大国是因为和警方达成了减刑协议，才改口承认犯了强奸罪的，但在此之前大国是不承认的，所以律师判定大国根本无法定义什么是强奸，他完全被减刑协议影响了。眼看律师的诡计要得逞，检察官急忙补充提问，要求大国只回答是或者不是。 Did you and the defendant Daniel Pryor rape Evie Barnes? Yes, we did. 有了这个确定回答就足够了。永强眼见形势不妙，不得不主动要求上来自证。他声称是为了替广大被冤枉的男性发声，不能让诬告毁了一个好人。但检察官只想知道当时唯一是否说了不，可永强却狡辩称他在影片里也是这么喊的，但是最后还是发生了关系。 But she said no, correct? 不管是哪个职业的女性都有权利说不，所以唯一说了不，可是永强却没停下来，而这就是强奸的定义。没想到永强本想自证，却是越描越黑。最终陪审团通过一致决议，判定永强强奸罪成立。唯一看似胜利就在眼前了，但律师当庭就表示要上诉，可是检察官并未放在心上。然而唯一还没高兴3秒，转身就接到了一个噩耗，竟是学校的开除通知，这让正义的本森十分不爽。于是他特意来到大学找了校长。 质问他为什么开除受害者却留着强奸犯，但校长表示不是因为强奸才开除唯一的，而是因为他出现在了小电影里，还展示了学生证。如果他继续留下来，肯定会引起混乱的。但本森认为这都是借口，仍希望学校以教书育人为目的，不要抛弃唯一。谁知校长竟搬出了警局局长和市长说事，明显是个很懂玩政治的人。哪知本森根本不鸟这些人，殊不知却因此得罪了局长。几天后，法官做出了终审判决，竟以证据不足为理由。 撤销了陪审团的决议，判永强无罪释放。检察官当场就急眼了，忍不住怒斥法官是在滥用职权，气得都想生吞了他。不过法官毕竟代表了权威，硬是将检察官逼了回去。随后他也给出了理由，因为法官无法判断唯一真的是被侵犯了，还是在为他拓展成人影视事业进行炒作。检察官听了大为愤怒，怒斥法官的做法让强奸法倒退了50年，就好比不是你撞的，干嘛去扶，让社会道德水平的倒退。但法官依旧做了判决，这可把永强高兴坏了。 峰回路转又一村，然而唯一却是伤透了心，后果也是相当严重。母亲很快来到了派出所报案，唯一已经离家出走了，只留下了唯一的信息。而这个选择就是他彻底投入了成人影视行业。当警察再次找到唯一时，他已经心如死灰了，生活再也不能恢复到以前了。起码在这里，他说停，他们会停下来。阿曼达还想继续规劝，但唯一已经铁了心，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他再也变不回那个优秀大学生了，简直就是社会的悲哀。